Hello， 大家好，我是 Esther。我确信我的高产的状态是找回来了，就是我摆脱了摆烂的状态。我看了一下记录，大概是从45集摆烂到60集前后，就是1个半月的时间摆烂了15集。然后录视频跟写作业应该是我这期间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写作业不算坚持在做，写作业是必须做，录视频是唯一坚持在做的事情，主要因为它不难。就我其实没有严格按照班主任要求说分享自己的爱好，我不太确定对着镜头巴拉巴拉输出我的一些小感想算不算一个爱好。它可能更像我以前写日记跟随笔的状态，就我现在改成录视频了，就有时候也会写随笔了，但大部分时候是通过视频这个媒介取代了日记，也会分享一些其他东西，但我不确定 I'm not sure 这是不是他要求的分享，但 anyway 这是我做最轻松的事情，所以我就坚持做了。然后我是怎么把摆烂的状态给转换过来的呢？摆烂的开始是我之前忙的实在是太过了，然后开始生病期间我又开始对自己进行一些攻击，然后我不够好的那些小孩又出来作妖，我又没有意识到是他出来作妖，然后我就一直在就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所以然后这期间一直让我回到以前状态的一件事情，就是欧签的事情，就是我讲过艺术家签证那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这个签证还办不下来，又不是很难的签证。问题就是在于我把注意力放在了结果上面，而不是过程上面，就跟和平战士那个电影一样。那么现在就是OK 给自己的脸打了个光。就问题是你该如何在过程中寻找意义，而不是只盯着结果看。因为这件事情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把这件事情想通。之前根据《和平战士》那部电影，他其实没太讲清楚过程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电影感觉更像是入定本身它就是个意义，但是我的道行显然没有那么高，入定这个事情它不是很好做，就是我的道行还没有高到知道入定这个过程的意义能带给我多大的动力，没有动力，不是很有动力。然后通过昨天把那个 final 的小组 PPT 的那一部分做完，就是昨天那个视频主要讲了我是怎么在不好好听课的情况下把一整个学期的 overview project review 做出来的。就是那件事情我发现它带给我力量。与此同时我发现过程的意义在于哪里，对于我而言，仅仅是对于我而言，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适用于所有人，但对于我而言，过程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完，把这件事情做完，这个过程带给我力量是找回自己的力量。就是我厌倦了之前被恐惧操控着剥夺自己的力量，一直躺在那里摆烂，我厌恶那个状态了。当我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完成这个该死的作业，还是投工作，或者是给别人写code的email，无论对方会不会回复，无论这个工作最后会不会有面试，我迈出这一步了 I go reach out， 这就是我就从这个行动里面我去做了这件事情，这就是我找回力量的一个小步骤。就这是很好的把我从结果论，就是我不再是看结果的那个人，而是看过程的这个人，只很好把我从结果论跟过程论分离开来。就是 again 这个事情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很多人他甚至迈不出这一步，他甚至不敢去发code的 email， 也一直拖延找工作，或者是拖延像我现在需要投奖跟那个投 interview， 很多人迈出这一步都很费劲，而我迈出这一步了，我找回了这一点力量， I'm so fucking awesome， 这就很棒了。结果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敢去这么做，并且我一直这么做，并且我从仅仅是这么做的过程中，我就得到了正反馈，而不是把正反馈压在结果上面。That's great， 这个是我想通的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利用肌肉记忆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与其说之前是通过疗愈内在小孩一直在找我很棒的证据来反哺自己，我现在直接就是找回 I'm so fucking awesome 那个肌肉记忆，直接对抗我不够好这个内在小孩。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照做，就是如果虽然还没有太摸清搬入新的 Limitless 那一套东西该怎么做，又想回到爱自己课程那个老的节奏当中去，不如找这个中间点，就是直接用我很好，我很重要，我很值得被爱的这种肌肉记忆来直接对抗内在小孩那一句话。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今天花3个小时我做完了Baguette那个项目的 progress 页面，我这里大概过一下。然后我其实没想到会花3个小时这么久，因为这个事情它其实我把步骤拆分得很清了，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对我来说它概念上对我来说不难，但我确实没想到这么耗时。然后对啊，就是我先把图片收集在一起，把图片放到网上去，每个步骤要写一些解释的先用中文写出来，然后扔 ChatGPT 里去翻译完再给粘贴回来，然后发表打工稿成，就这样。然后我今天其实这个 project 还写了挺多东西的，就是也算是一个 wrap up 吧，对我过去5年和我最近停止摆烂状态的这么一个 wrap up。然后给大家念一下我写了些啥。就是首先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创作方式改变了。在疫情之前，我的创作方式是我脑子里先通过 massive research 看大家好的设计，之后我受到了启发，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大概知道说我要一个什么设计，就基本上已经想出来这个设计该是什么样的了。然后我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是 make it real, bring it out， 就把它做出来，就把脑子里的东西做出来，仅此而已。但现在疫情之后，这个创作方式它不再适用了，它渐渐变成说我有一个模糊的 idea， 我大概知道我需要用什么工具去达到那一步，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会被或者是 AI 或者是其他人，我新找到的其他人的作品再受启发，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摸索，这个设计不断的成型，直到 I reach out 那个最终解法。就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说通过在第一步 research 那个阶段就在脑子里成型这个设计，现在做不到。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个坏事儿，就是首先我其实对自己之前讲过，对自己要求高的地方在于，我希望我的每一个设计都是每一次做新设计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加在里面，就是每一个都是 out of my comfort zone， 每一个都走出我的舒适圈。其实这样很累。然后设计，我从开始学设计到现在也有10年了，10年这么久，就真的我再迈出新的一步会很困难。与此同时，就是这个作品它变得越发独特，我在市面上也很难再找到相同的例子，就是我不再可能说再通过搜刮别的好的创意也好拼接在一起成一个我自己的东西了，就是这种好的例子甚至我已经很难找到了，所以这就不得不逼着我在创作过程中再受到启发，可能是就像我说可能是 AI 的，可能是中途又找到别的好的作品，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对最终的那个解法进行塑形。就是当我做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当我创作的过程中，好乱说的，创作过程中竟然新的 idea 加进去，然后when I reach there I know I'm there， 最后出来的这个成品确实也是我确实找不到相似的作品，它就是这么独特。然后
这段我念一下，就是我写在最后，估计不会有人看，是我写给自己的。就是重置 Baggage 这个项目对我自己而言也是意义非浅的。就像我之前讲的，2020年我的创作灵感居然消失了，然后这对于一个创作者的打击是致命的。然后在熬过 SVA 这2年研究生之后，我带着遗憾毕业，因为灵感消失了，我也没再做出过让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无论是 motion 还是平面设计。其实这 3D 其实做的还不错，但是 motion 跟平面设计再也没出过好的了。然后毕业之后，我去了把我裁掉的那家公司，做亚马逊的产品图。它显然跟我设计师梦想要去的 studio 相距甚远。于是，在裁员之后，我着手准备重新开始做作品集，然后并最终重置了 Baggage 这个项目。然后这一段奇怪的是，当我坚信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的时候，灵感又回来了。就当我相信我 I'm good enough, I'm so fucking awesome 的时候，灵感又回来了。所以虽然创作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我很高兴我又做到了。然后我记得在我本科毕业前，我们学校找来很多就是已经工作的设计师来对我们的作品集做一些 critique。然后其中一个设计师跟我们说，他说这会是你们最后一次为自己做设计，他就说工作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当时我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现在我很高兴我用行动证明 he's wrong。因为对我来说，设计是我的爱好，创作也是我一辈子会坚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灵魂所喜欢的事情，仅此而已。OK，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